你敢相信吗？中国今年的就业市场已经卷到了什么程度？天津一个掏粪的岗位，竟然要求本科毕业生，还限定土木工程专业。更夸张的是，有多达294人争抢这个职位。这种现象真是令人瞠目结舌。中国这场失业潮来得又快又猛，数据让人触目惊心。2025年国考330万人报名，创下历史新高，比去年多了34万人。最魔幻的是，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个普通科员岗位，一个萝卜引来16702个坑主，平均竞争比高达16702比1，这比率都快赶上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了。要说今年最魔幻的事，莫过于天津和平区事业单位招聘的一则岗位。这个岗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，听上去挺体面吧，但职责却是掏粪、掏油污、干脏活累活。你以为没人报名？错了，294个本科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岗位。咱们先不说这工作合不合理，就说这个数字，让我不禁想起一句话：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吗？这句话已经过时了，现在应该问你见过294个本科生抢着掏粪的场面吗？这个岗位到底有多香呢？我给大家算算账。首先，它是事业编制，铁饭碗；其次，工作地点在天津市中心和平区；最后，它的要求也不低，必须是土木工程、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的应届本科生。说白了，就是让985、211的高材生去掏粪。有意思的是，这294人里已经有214人通过了资格审核，最后交了报名费的有112人。你看看，连掏粪都这么内卷，这112个人里，说不定还有不少双一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我们再看北京的情况，有网友爆料，现在连街道居委会都只招985、211毕业生。我刚查了一下数据，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是1179万，2024年预计毕业人数1222万，又创新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连居委会都成了天龙人扎堆的地方。你说这些年轻人图什么？还不是为了那个铁饭碗？毕竟现在民企一个接一个倒闭。2024年上半年，全国餐饮企业倒闭了105.6万家，比去年全年的135.9万家的倒闭速度还快。年底预计超200万家餐饮店要关门大吉。说到倒闭，汽车 4S 店的数据更触目惊心。今年内约4000家 4S 店退网，突然人去楼空。宝马 4S 店都扛不住了，你说普通打工人怎么活？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家装行业2022年到2023年倒闭了123家企业，2024年至今又倒了超过100家房企和60多家家装企业，连上市公司东日益盛都扛不住了。所以那294个报名掏粪的本科生，与其说是他们卷，不如说是被这个社会逼的。他们宁愿去掏粪，也不愿意面对私企的朝不保夕。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现实啊！一位网友说得好，大家不是真要去掏粪，而是冲着6、7个人背着手看一个临时工掏粪的岗位去的。这句话道出了血淋淋的现实，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是在找工作，而是在找一个避风港。只是这个避风港的门槛越来越高，竞争越来越激烈。等到连掏粪都要博士生了，中国的年轻人又该何去何从？最近小红书上一个讨论丈夫被裁员的帖子，短短几天就有3700多条留言。我挑几条给大家感受下。有985毕业的，在广州被裁了好几次，现在想回老家开挖掘机；有成都的，夫妻双双失业；还有在街道工作12年的，被降薪1半，变相裁员。最惨的是一对上海夫妻，丈夫2月失业，妻子4月失业，到现在都没找到工作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
一个家庭突然没了收入来源，但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学费还在继续。来看看上海的裁员操作有多精准。有个中年男人发视频说，他老婆被裁员，经过一个下午，40多个岗位就从中国消失了。他老婆回家后，中午没吃饭，晚上没吃饭，在家里哭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上海职场常态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上海一个普通白领家庭，每月房贷大概1.5万，再加上日常开销，一个月怎么也得花2.5万。现在突然失业了，你说他们怎么活？更魔幻的是就业门槛的问题。一位被国企裁员的姑娘说了，我3年前找工作，投30份简历就能找到一份工作。现在我投了300多份简历，才得到3个面试机会。你们注意，他说的是面试机会，都不是 offer。有个程序员更惨，985名校毕业，不到30岁就被裁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IT 行业已经饱和了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计算机专业的应届生将近70万人。这些人哪去啊？总不能都去送外卖吧？说到送外卖，我知道有个案例，一个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生现在只能送外卖。你说讽刺不讽刺？我们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人才，连个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。但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连送外卖这个工作都不好干了。那位研究生送外卖的时候出了车祸，骨折了。你看看，高等教育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在电动车上拼命赚那一单单的外卖费。而且现在裁员已经不分年龄、不分学历了。45岁的成都设计师说，老板都直接找一个比我小很多的，用我一个人的工资请2个人。这句话道出了血淋淋的现实，在经济寒潮下，年龄成了原罪，经验变成了负担。所以我说，现在的上海不是在裁员，是在割肉。每一刀下去，都是一个家庭的支柱被打断。这不是简单的企业效益问题，而是整个经济生态的崩塌。当一个985硕士在新年前夕收到裁员通知的时候，中国其他普通人还能说什么？盲目乐观吗？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？他们想跑路。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天天有人在知乎上问怎么润，怎么出国。这不奇怪，毕竟内地的情况实在太悲观了。我给大家看个触目惊心的数据，官方公布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连续4个月维持在17%以上。但大家要知道，这是官方数据，实际情况只会更糟。更要命的是，明年毕业生人数又要创新高，达到1222万，比今年还多了43万人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教育部说已经开展了5.5万场招聘会，提供了1093万个职位。听起来不错是吧？但问题是，这些职位有多少是真实的？有多少能给到体面的工资？我听说一个985硕士毕业的产品经理在大厂干了好几年，怀孕期间被裁员。他说了句让人心酸的话，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，第一个研究生。我爸知道我失业后郁闷了好几天，现在他都还瞒着别人说我在上班。失业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吗？有些年轻人的处境更惨，在广州就有大批失业青年住在大桥底下。一位年轻人说，这里有几百上千人找不到活，住桥底的，有失业的，负债的，吃不上饭了，抑郁、离婚的啥人都有。年轻的18到20的，女的也有。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因为他们每月工资才3000多，房租就要1000多，住桥底能省下1000块钱。我们再看看外企情况，今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出现30多年来首次净流出。IBM 关闭了在中国的2个研发中心，裁掉上千人。日产汽车也在收缩中国业务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高薪的外企岗位越来越少了。
但与此同时，中国对外投资达到了1430亿美元，钱都跑出去了，那国内的就业机会呢？现在的留学生也不愿意回国了。一位在美国名校读心理学的学生坦言，第一年做精神科医生的话，可能有10万美元年薪，在中国就肯定不会有。据了解，他周围的中国留学生，除非家里很有钱，否则都在想方设法留在美国。有人甚至不惜花重金购买工作签证，也要留在海外。在美国虽然竞争也很激烈，但至少还有上升空间。回国的话，不光工资低，机会也少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残酷的现实。11月16日，江苏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发生了一起惨案。一个因为考试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的学生，加上对实习报酬不满，回校行凶，造成8人死亡，17人受伤。第二天，广东工业大学又发生了伤人事件。这些恶性事件的背后，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病态。一个堪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国家，却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，这是何等的讽刺！我听一个经济学家说过，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被困在了一个魔咒里。高等教育让他们有了更高的期望，但现实却给了他们更大的失望。工资降了，房价不降，机会少了，压力不少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294个本科生抢着报名掏粪的工作，当我们看到985硕士去送外卖，当我们看到年轻人住在桥洞下，我们就该明白，这不是个案，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等待中国人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数字经济、共同富裕这样的口号能解决的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国家真的能给年轻人活路吗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还是不敢说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在找工作，而是在找活路。他们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没有方向；不是不想奋斗，而是奋斗看不到希望。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